今天这支影片，我们要来介绍怎么用文字终端机里面的命令列工具来看 YouTube。我们先直接看最终的结果，我们可以直接用文字模式来看。你可以用方向键来控制它。你也可以看短影音。电视台养了太多冗员，而且这个短影音是使用 Sixel 的绘图模式把它画出来的。我们使用文字模式来显示，可以看到我把比较高的时候画出来，像这样，可以是。而大家都担心接下来风雨会咻的刮起来吗？马上请明瑞告诉我们。好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用 Sixel 或者是 Kitty 的图片模式来显示，也可以单纯的用文字终端机头的文字以及不同的色彩来显示，而且呢还有机会直接把声音也播出来，可以是 YouTube 的普通影片，也可以是短影片。好，那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步骤。首先，为了要显示影片，我们有两支程式可以用。第一个是 TIMG， 我们来用 TIMG 来试试看。我这边用 PQ 是用文字模式来播的，它可以顺利的播出影片的内容。我也可以使用 Sixel 或者 Kitty 的方式来播，这里是使用 Sixel 的方式，它以全萤幕的方式来播放。因为这个影片的解析度比较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点。我们可以给一个参数，让它的大小被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这时候速度就会变快很多。虽然比较小一点点，但是因为它是图形模式，所以它的字体和内容都可以看得蛮清楚的。不过缺点就是没有声音。另外一个可以用的东西叫做 MPV， 它本身有支援在终端机里头播放，也有支援跳出一个图形界面的视窗来播放。它的 Video Output 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以这边来说的话呢，我们用 Help 可以看到它可以支援 Sixel True Color 的 Terminal， 因为 Compile 版本的不一样，有的时候它也会支援 Kitty。 我们先使用 True Color 来使用，也就是文字模式来播放一个已经下载的 Single purpose e-readers are limited, they're more down here than the 它的声音支援的也有很多种，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可以支援的不同的声音的驱动程式。基本上我们会有使用 Pause， 然后最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下 PCM 来示范一个远端的一个解法。我们先用 Pause， 因为它有支援 Pause， 然后这台机器刚好在近端。大家好，我是圆圆，下集大家好，这边就是用文字模式的方式。那我们可以用 Sixel 的方式来看。大家好，我是圆圆，下集大家好，它的 size 有点小，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指令来调整它的宽度。我们调到720×480好了。好，所以这边这样子用起来，它就调到720×480。然后另外呢，刚才有太多杂讯在显示，我们加上一个参数叫做 Really 快，让它比较不会显示额外的讯息。好的，我们来执行看看。大家好，我是圆圆，大家欢迎来到台东。看起来执行的效率还不错，我们可以让它再大一点点。大家好，我是圆圆，大家。可以用方向键把它往前移动。好站另外呢，我们再播一个影片来看看好了。好的，以上都是播放在硬碟里头的档案。那如果我们要播放的是 YouTube 要怎么办呢？我们这边使用 YTDLP 来使用。YTDLP 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我这边用的是 Nixshell HP 的 YTDLP， 因为看起来它版本还是蛮新的。那很多时候会安装在 Anaconda 的环境里头。首先我们希望用 YTDLP 能够把它的输出导向到标准输出，然后我们就可以接由 Pipe。我们先使用 TIMG 好了。TIMG 如果要接它的输入，我们用 G_V 的选项，然后加一个减号，代表它从标准输入得到它的资讯，然后之后它就开始跑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真的能够显示影像跑出来。但是呢，它这边有显示一些太多额外的讯息了。这是由 YTDLP 产生的一些讯息，我们希望不要产生。我们用 -Q 让它安静一点点。这时候看起来就比较好一点点了。我们还是可以强制让 TIMG 使用 Sixel 的模式，所以看看它播放的其实也还不错。我们也可以让它的大小做一些改变。我们用 -G 让它大小改变一下。我们让它放大，也可以照样的让它播出。我们也可以改用文字的方式 PQ。那这时候如果要让它更清楚一点，只要调低我们的字型的大小，看起来解析度会更高一点点。因为我们文字解析度通常会比一般影片解析度还低，
所以我们在下载的时候可能就可以让它选择不要那么高解析度的影片，我们可以利用 -S HEIGHT 480这个选项来用。那这个选项的意思是说呢，在小于等于480的解析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找最好的一支影片，解析度最好的影片。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选解析度最差的影片，这样可以节省它下载的一点点时间。因为毕竟我们的萤幕在用文字显示的时候，解析度也没有这么高。我们甚至也许可以用320或者是240来限制它，这样可能可以更节省频宽一点点。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不需要听到声音，你只想看到影像的时候，用 TIMG 也是可以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听到声音。如果是你的机器终端机是 local 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一样的 YT-DLP-O-, 然后加上任何一个 YouTube 的影片名称，影片的它的 ID， 你可以直接打它 YouTube 的那个网址，然后把它自动截取出来。Looking Glass Factory started out with little 3D art pieces that were linked to 它的画面刚才有一点点跑出一些额外的东西，我们再加上 Really Quiet， 让它显示得更清楚一点点。我们再试试看。Looking Glass Factory started out with little 3D art pieces. They're 看起 thin 来 slices of acrylic. 我们再把它的大小再跟动大一点点，所以改成1280乘上720。那我们也可以下载更高一点点720p 以下的。我们来试试看。Started out with little 3D art pieces 看起来 made 好 by 像 gluing 不 together 错。你还可以用方向键把 into this. Linus. 方向键去控制往前跳。那如果你现在希望的是比较大一点点，我们先让它的声音先不要播出来，因为可能有点点干扰到比较吵。我们把 AO 设成 No 之后呢，它就不会发出声音了。如果我们现在希望的是它的解析度不用那么高，但是萤幕整个能够塞满，那我们就用文字模式 TCT True Color Terminal 而已。我们来试试看。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不想看到很细，然后只想看到一个大概的样子，用这种方法也可以。然后它的声音我们刚才是关掉，它同时也是可以让它声音出来的而且我们按 Ctrl 减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让它的解析度到达还算可以的一定的水准不过我们现在的播放其实都是在本地的 local 端的地方播放。那如果你要在远端播放，当然刚才看起来画面上面问题是不大的。那可能你在 SSH 过去的时候呢，也许要试着用 -C 这个选项。-C 的选项可以帮助你压缩 SSH 传输过来的资讯，因为我们现在传递的讯息量有点大，而且是未经压缩的资讯，所以加上 -C 其实是有帮助的。另外，为了要让声音能够传过来，我们可能要分享一下我们这里的资源，也就是 local 端的资源给远端使用。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反向的 forward 是用 -R。在 local 端的程式它是怎么产生声音的呢？如果是在 Linux 下面，很多地方是用 Pulse Audio， 所以你如果打 PACTL info，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资讯。而在 Linux 和程式，它需要去对谈或者是沟通的对象是 Pulse Audio 的 server， 沟通的管道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link， 它是一个 symbolic link， 它连到另外一个位置。它的位置是在 MNT-WSLG Pulse 的这个地方。你看到最前面它有一个 S， 然后后面有 RWX，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档案，叫做 Unix Socket， 它也是属于一种 IPC， 也就是在不同的 process 之间传递讯息的一种方式。而 SSH 呢，可以 forward Unix socket。比方说我现在连到我的这台机器叫做 DeepCat One， 那我要把我这边的这个 socket 分享到对面去，那我希望把它建立在 TMP 的 Pulse POLSE 这个目录下面，这个档案下面。所以我希望我这边连过去之后，在对面这台 DeepCat One 的机器里头，它的 TMP Pulse 就对应到我现在的 NT Pulse Server 这个地方。我连过去之后呢，我到 TMP 下面，我们看看 Pulse 这个档案，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SRW 的一个档案，而且 Pulse 它这边建立出来了。然后理论上来说，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从原理上来讲 Pulse Audio 的程式就会依照这个设定去使用。只不过呢，因为我这边没有完全做对，目前来说这个东西是失败的。好的，失败也没有关系，我现在就试着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做。而我这边一样建立一个 remote 的 forward 的管线，我们希望在远端的 127.0.0.1 那边开一个5432的 port，
把那边的资讯传回到我们这里的 127.0.0.1 的5432 port， 然后我们也给了 Dash C， 希望它的资讯能够被压缩，因为不管是影片的资讯也好，或者是声音的资讯也好，这都是从没有压缩的情况下传回来的，所以能够经过一点压缩是多少有点帮助的。我们在我们 local 端的5432，我用 Netcat 去听这个 port， 然后把它得到的资讯传给 Pulse Audio 的 Play， 所以让它能够播放出来。我们先连过去这边，接着我们建立一个 name pipe， 就是命名管线。我们用 mkvivo pcm.pipe 建立这个档案。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 P， 代表它是管线。之后如果有程式去读它的话，另外一个程式去写入它的话，就可以变成一个互相沟通的管道。接下来我们让 Naked 去读这个档案，并且将它的输出传给 localhost 的5432这个 port。然后我们离开 Tmux， 其实在 Tmux 也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输出先从终端机输出看看。我们使用 YTDLP 一样 Q 让它不要产生过多的讯息，减号让它输出到标准输出。MPV Real Quiet， 然后 Video Output 先使用文字的方式 ，Video Output 我们使用 PCM， 把它的档名设成 PCM， 而且我们把它的这个 Append 这个 flag 设成 Yes。避免他把那个档案删除之后重新新建一个。虽然我还没有试过 No 会不会真的做这件事情，但是至少 append 等于 Yes 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设了一个 audio delay， 因为我们直接做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延迟，所以我设了这个 delay 看看能不能让它的声音跟影像能够比较能够对齐一点。好，我们来试试看。好，你可以看到声音就跑出来了。All while navigating the urban jungle. The technology with us making it the pinnacle of electrical by a robust motor, unmatched performance and style. Whether you're creating ride, skill levels can easily master their journey. 我们再试一次，这时候重新打开 local 的 Naked， 也重新把 PCM 这个命名管线连到5432这个 port。这一次我们改用 6L 来播放，我们加上它的宽度是1280，高度是720，我们来试试看。好，看起来它还是有在播放。One Wheel GTS Series, the ultimate surfing all while the urban jungle. 看起来是还可以。Combines technology with a sleek design. 我们换一个新闻的影片来看看效果，看看如何。演韩剧《模范计程车》爆红的李帝勋，在今天上午11点多现身桃园机场。李帝勋穿着灰色 T 恤、黑。虽然在终端机看 YouTube 本身实用性并不高，但是能够将资讯自由的串接起来，将不同的工具的功能整合在一起，感觉还是蛮有趣的。至少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还不错的 demo。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内容。